你知道吗？老天爷其实早就把你的晚年福报清清楚楚地写在了你的脸上。我常说，看一个人老了有没有福气，绝对不能只看他年轻时赚了多少钱，有多风光。真正要看的是他人生最后这一段路能不能走得平安顺利，子孙绕膝。大家回想一下身边的亲戚朋友，为什么有些人吃了大半辈子的苦，到了晚年却突然福气大开，子孙满堂，不愁吃穿？因为为什么有些人年轻时风光无限，钱财不缺，老了以后却身边无人，福气散尽？这背后跟我们前世积下的财库和福德到底有什么神秘的关联？在今天的内容里，我就用最简单最白话的方式带各位一起看懂老天爷藏在你脸上的晚年无形资产。这不仅关系到你老了以后有没有钱花，更关系到你的健康、子女缘和下半辈子的福报。尤其是最后一种面相，很多人年轻时看起来平平无奇，晚年却最容易享清福。所以接下来的内容大家一定要仔细听，也可以对着镜子看一看自己到底占了几种。第一课，什么是地格？为什么他管你的晚年跟前世福报？相学上把人的脸分成3等份，叫做三庭。你的额头到眉毛叫上庭，管你年轻时的运势，那是父母给的。眉毛到鼻头叫中庭，管你中年的奋斗。而鼻子以下包含你的嘴巴、下巴，还有两边的腮帮子，这整个区域相学上叫做下庭，也就是地格。这个地方管的是你50岁以后的运势，更是你前世福报今生显现的地方。如果你地格方圆，也就是下巴宽厚有肉，哎呀，这代表你人生的堤坝修的是牢固无比。就算你年轻时雨下的少，钱赚的不多，但保证一滴水都不会漏。到了晚年，你的水库照样满满当当，这才叫真正的老来福。我给大家讲2个我早年在台湾亲自看过的真实案例，你们一听就明白了。早年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有个做建材生意的王老板来找我，那时候他才40岁出头，带着粗粗的金项链，开着最新款的宾士车，走路有风，嚣张得很。他一坐下来就递给我一根高级雪茄，说：老师，您看我这些年赚了好几栋楼，您帮我算算，我下一步去大陆投资能不能再翻个2倍？我端详了一下他的脸，哎呀，这人额头宽阔，中庭的鼻子也挺拔，难怪中年发大财。但是我的视线一往下走，我就暗暗叹了一口气。他的下巴极度尖削，腮帮子两侧一点肉都没有，整个脸型像个狐狸一样。在相学里，这叫地格无肉，晚景堪忧。我当时就很严肃地跟他说：王老板，你不要再去投资了，你手上的钱已经够你花2辈子了，赶快把钱拿去买些稳定的房产，挂在老婆名下，或者拿去做点善事。你这个面相50岁之后有大破财的劫难，守不住的。他听了哈哈大笑，把雪茄一按，说：老师，你们这些算命的就是太保守，我运气旺得不得了，随便投资一个案子都赚千万，您叫我收手，这不可能的啦。说完付了挂金，头也不回地走了。各位，命理就是这么残酷，你不信邪都不行。过了大概12年，也就是王老板52岁那年，台湾房地产遇到波动，加上他去外面乱给朋友做保，结果朋友卷款跑路，所有的债务全压在他头上，他名下的公司房产全部被银行查封拍卖。这就算了，他以前有钱的时候在外面花天酒地，对老婆极度不尊重，破产之后他老婆彻底心灰意冷，干脆带着孩子跟他签字离婚了。早年有一回冬天，我在诊所看诊，走进来一个老先生，穿着破旧夹克，形容枯槁。我仔细一看，这不就是当年那个不可一世的王老板吗？他坐在我面前，眼泪吧嗒吧嗒的掉，声音都在发抖。老师，我什么都没了，我住在一个只有3坪大的顶楼加盖里，每天看着天花板，我都不知道我这辈子到底在忙什么。我以前那么多钱，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我看着他那依旧尖削，甚至因为消瘦而显得更薄的下巴，心里也是一阵悲凉。我说，我当年跟你讲过，你的水库底下是漏的，你年轻时福报透支得太快，又不懂得惜福积德，前世的财你提早花光了，老天爷自然要收回去。
这就是地格不丰的典型案例。年轻时再风光，晚年防波堤一垮，就是一无所有。我们再来对比另外一个人，这是我一个老病患的父亲，大家都叫他李阿伯。李阿伯跟王老板完全是两个极端。李阿伯年轻的时候苦啊，在纺织厂里做苦工，搬布料、修机器，双手长满了厚厚的茧。30几岁的时候，每个月赚的钱刚好够一家老小糊口，从来没穿过一件名牌衣服。但是李阿伯的面相非常有意思，他虽然人很瘦，但是骨架很大，特别是他的下半部脸，下巴方方正正的，腮骨微阔，而且地格的地方长了一层厚实的肉，看起来就像城墙一样稳固。这在相学上就是标准的地格方圆。我第一次见到李阿伯时，他已经快60岁了，陪他儿子来找我看感冒。我一看李阿伯的面相，就笑着对他儿子说，年轻人，你爸爸是个有大福报的人，你们家马上就要发达了，而且你将来一定非常孝顺他。他儿子当时还不信，苦笑着说，老师您别开玩笑了，我爸穷了一辈子，连退休金都没多少，哪来的福报？各位，老天爷的账本算得比谁都精。你想想看吧，李阿伯这个人虽然没钱，但心地极其善良。工厂里哪个年轻工人没钱吃饭？他总是把自己带的便当分一半给人家。过马路看到流浪狗受伤，他会拿自己微薄的薪水去买药给狗秃。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其实都在一点一滴的往他的水库里蓄水。结果到了李阿伯65岁那年，家里早年传下来的一块在山区根本没人要的荒地，突然被政府划入了高速公路的开发区。这一下不得了，政府征收补偿，一口气赔了几千万台币给他。李阿伯一夜之间成了千万富翁。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没有，因为李阿伯一辈子身教重于言教。他的3个孩子虽然从小吃苦，但个个品行端正。大儿子后来成了知名医院的外科主任，二女儿当了大学教授。孩子们有了钱，有了地位，对李阿伯那是孝顺得不得了。李阿伯70几岁的时候，孩子们在郊区给他买了一栋带院子的大别墅，他每天就坐在院子的摇椅上，喝喝老人茶，种种花草。孙子孙女放假就围着他的膝盖转，一家人其乐融融。他连个高血压、糖尿病都没有，身体硬朗得很。有一次他来看我，笑呵呵地说，老师啊，您当年说的真准，我这辈子没想过老了能过上这种神仙日子。我拍拍他的肩膀说，这不是我算得准，这是你自己修来的。你地格方圆，防波堤修得比谁都厚实。年轻时吃的苦，那是老天爷在帮你考验心智。你平时做的善事，都是在前世的财库里存利息。时间一到，老天爷连本带利全还给你了。所以各位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不如意就怨天尤人，也不要因为赚了几个臭钱就趾高气昂。洗脸的时候照照镜子，看看你的下巴，你的地格，如果太薄，多说好话，多做好事，把你的防波堤给补起来。懂不懂我的意思？这就是地格管晚年运势的原理和真实情况。你想想看嘛，如果你连下巴这个地基都没打好，上面的水怎么存得住？好，讲完了下巴这座大水库，我们视线往上一点点，来看看你嘴巴两侧斜下方，嘴角到下巴之间的这块区域。第2课，奴仆宫与晚辈缘，老了有没有人推轮椅，全看这里。这个地方在我们老祖宗的面相学里有一个非常直白的名字，叫做奴仆宫。什么叫奴仆？在古代就是指家里请的长工、丫鬟、下人。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没有奴仆了。那这个宫位看什么？我告诉各位，他看的是你的员工、你的下属，以及最重要的你的晚辈和儿女。很多老人家来找我哭诉说，老师啊，我生了4个儿子2个女儿，小时候我把屎把尿把他们拉拔长大，怎么老了走不动了，没有半个人愿意回来推我去公园晒晒太阳。我是不是造了什么孽啊？我一看他的脸，嘴巴两侧的奴仆宫深深凹陷，甚至还有干瘪的直纹，我就知道这不是老天爷不长眼，这是他自己把这辈子的晚辈缘给做没了。奴仆宫饱满丰润的人，代表他前世广结善缘，这辈子身边的晚辈下属都是来报恩的。反过来，如果奴仆宫凹陷
奸销，甚至有恶字破疤，那就代表你平时待人刻薄，结下的都是恶缘，老了自然落得个孤家寡人。为了让大家彻底明白这个道理，我来讲2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早年我在台湾看诊的时候，认识一个在桃园开塑胶射出工厂的陈厂长。陈厂长这个人脑筋转得极快，做生意是一把好手，中年时期确实赚了不少钱，但是他的面相有一个极大的致命伤，他的奴仆宫不仅深深凹陷，嘴角两边还各有一条像刀刻一样的深纹，直直往下掉，这在相学上叫奴仆破败，加上腾蛇入口，这是晚年极度孤苦的凶相，相由心生。他为什么会长成这样？你看看他平时是怎么做人的就知道了。他对待工厂里的员工简直不把人当人看，动不动就在厂房里破口大骂，你这点事都做不好，脑子进水啦，我花钱请你来白吃饭的啊，这个月奖金全部扣掉。员工生病请假，他还要酸言酸语，我看你不是生病，是想偷懒吧。他在工厂里简直像个暴君，所有的员工都在背后骂他，只要一找到新工作立刻就辞职走人。他不只对员工苛刻，对自己的孩子也有极度变态的控制欲。儿子想读文科，他一巴掌打过去，读文科以后能赚钱吗？给我去读企管，以后回来接班，敢不听话1毛钱学费都不给你。女儿交了男朋友，他嫌弃人家家里穷，硬生生把2个年轻人拆散。陈厂长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老子有钱，谁敢不听我的？等我老了，有钱还怕请不到人照顾我吗？各位，老天爷的账本从来不是用钞票来计算的。到了陈厂长68岁那年，因为常年生气、应酬，加上本身心胸狭窄，他突发了严重的脑中风，半身不遂，连话都说不清楚，只能整天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的钱确实发挥了作用，给他住进了最顶级的单人病房，但是病房里安静的让人发毛。他的儿子早就受不了他的专制，拿了绿卡定居美国，接到电话只说了一句，爸，公司要上市，走不开，我汇一笔钱回去给您，请最好的看护吧。他的女儿因为当年的事对他恨之入骨，只是偶尔来看一眼，放下水果就冷漠地离开了。至于他花高价请来的看护，因为他脾气太坏，动不动就用还能动的左手摔杯子骂人，结果没有一个看护能在病房里待超过1个礼拜，全被气走了。有一次我因为别的事情去那家医院，顺道去看了他一眼，他躺在那里，身上插着管子，看着天花板，眼角一直流眼泪。他用极度含糊不清的声音跟我说，老师，我这辈子赚了那么多钱，怎么连个给我倒杯温水的人都没有啊？我看着他那个凹陷的奴仆宫，心里除了叹息还能说什么？你前半生把所有的善缘都斩断了，把晚辈当奴隶一样使唤，你前世存下来的那点福报早就被你透支光了，老了走不动的时候，自然就是这副凄凉的下场。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例子。这是我一个做泥水工程的病患，大家都叫他土水师傅老赵。老赵是个粗人，没读过什么书，夏天常常光着膀子在工地里搬砖头和水泥，晒得像块黑炭。但是老赵的面相非常好，他的奴仆宫不但不凹陷，反而非常饱满圆润，微微向上托起，就像2个小金元宝托在嘴角下方，看着就让人觉得喜气温暖。老赵带了一帮10几20岁的年轻学徒在工地做事，他对这些孩子那是真的掏心掏肺，当成自己的亲儿子在照顾。大热天，他宁愿自己少赚一点，也要每天买1大桶冰镇的绿豆汤和西瓜给徒弟们消暑。中午吃饭，他总是多点几盘肉，大家都是做粗活的，吃不饱哪有力气，这顿算师傅的。哪个徒弟家里出了事，比如阿明的妈妈突然生病要开刀，老赵二话不说，从口袋里掏出厚厚一叠钞票塞过去，阿明啊，这5万块你先拿去医院急用，不用急着还，救人要紧。如果有外包商欺负他的学徒，老赵绝对是第一个冲出去跟人家拼命，把徒弟护在身后。老赵常说，这些孩子离乡背井出来讨生活不容易啊，我们做长辈的能拉一把是一把。老赵就这样在工地里干了一辈子，没有赚到什么大富大贵，但勉强也买了一间老公寓，把2个女儿抚养长大。到了老赵75岁那年，
常年的工地劳作让他得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炎，双腿膝盖退化，连下楼梯都成了问题。他的女儿都在外地工作，老伴也走得早，眼看着老赵就要成为独居的孤寡老人了。但是奇迹发生了，当年跟着老赵在工地里做事的那些小学徒，一个个都成了建设公司的大老板，室内设计公司的总监。他们一听说赵师傅病了，走不动了，那是群情激愤啊。有一天，老赵家楼下停了好几辆黑色的高级轿车，几个穿着西装挺着啤酒肚的中年男人大包小包的冲上楼，一看到老赵就红了眼眶。师傅，我们来看您了。从那天起，老赵的晚年生活简直比古代的皇帝还舒服。这群已经是大老板的徒弟们私下排了一个值班表，135阿明派司机来接老赵，去最好的私立医院做复健，医药费全包。246阿强带着老婆孩子来老赵家做饭，陪他打麻将。到了周末，几个人轮流推着轮椅带老赵去阳明山泡温泉吃土鸡。有一次老赵坐着轮椅来我的诊所调理身体，身后跟着2个西装笔挺的大老板，对他毕恭毕敬的。老赵笑得合不拢嘴，跟我说，老师啊，我这辈子没生儿子，结果老天爷一口气送了我7、8个比亲生还要孝顺的儿子。我指着他饱满的奴仆宫说，老赵啊，这哪是老天爷送的，这是你自己修来的。你年轻时候对他们付出的每一分真心，每一碗绿豆汤，都是在你前世的银行里存养老金，老了利息滚利息，他们当然要回来报你的恩。各位朋友，把这2个故事放在一起，你们看懂了吗？什么叫奴仆宫？它不是迷信，它是你一辈子为人处事的业力成绩单。很多中老年人在公司里当个主管，对下属颐指气使，去餐厅吃个饭，对服务生大呼小叫，觉得花了钱就是老大。我告诉你，你每一次对地位比你低、年纪比你小的人发脾气、耍威风，就是在用刀子狠狠地削你自己的奴仆宫。你这是在透支你晚年的福报。想要老了有人推轮椅，想要晚年儿孙绕膝，收起你那个高高在上的架子，对年轻人多一分宽容，对下属多一分提携，这就是在为你的晚辈缘添砖加瓦。你种下善因，你的奴仆宫就会丰满，你晚年就一定能结出孝顺和睦的善果。在这里我要顺带提醒一句，很多现代人最爱去搞什么医美削骨，把下巴腮帮子削得尖尖的，各位，这在相学上简直是自毁长城，不仅把晚年的水库给凿穿了，连带把奴仆宫的根基也一并破坏了。到底会把自己的晚年福报败坏到什么程度，大家自己掂量掂量。第3课，耳垂肥厚，老来不愁。前世存在老天爷那里的无形存款。讲完了下半脸的区域，我们现在把视线往旁边移一点，来看看你的2只耳朵。我常常在看诊的时候，如果遇到那种老人家抱怨自己命苦，老了没人理，我第一眼看他的下巴，第2眼绝对看他的耳朵。耳朵在我们中医和面相学里地位太重要了。中医讲肾开窍于耳，肾是什么？肾是我们先天的本钱，是你从父母从前世带来的精气神。在面相学里，耳朵更是直接代表了你的福德，特别是你的耳垂。如果你有一对像弥勒佛一样大大的厚厚的甚至微微往前翘的耳垂，哎呀，那我真是要恭喜你了。这种耳垂在相学上叫垂珠草海，或者通俗点讲，这就是你前世存在老天爷那里的无形存款。这笔存款不是现金，它是一种福报。它可能表现为你晚年突然天降一笔财富，可能表现为你生了重病却奇迹般的遇到神医把你治好，更可能表现为即使你这一辈子没赚什么大钱，但你老了就是有饭吃，有人养，绝不会流落街头。相反的，如果你的耳朵薄得像纸一样，甚至没有耳垂，耳廓还是尖削的，那代表你先天的福德比较薄弱，这辈子你必须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多做善事，才能把晚年的福气给补回来。为了让大家更深刻的理解什么叫无形存款，我来讲一个发生在我们台湾乡下的传奇故事。在我们台湾南部的一个小乡镇上，有一间香火鼎盛的妈祖庙，庙里有一个负责扫地的老人家，大家都叫他雅叔。雅叔是个聋哑人士，
听不到也不会说话，从小就是个孤儿。他这辈子没结过婚，也没生过小孩，无亲无故的。他住在庙旁边的一个破铁皮屋里，每天天还没亮就拿着大竹扫把把庙神扫得干干净净。庙里的师傅可怜他，每天供他2餐素饭，加上香客偶尔给点零钱，这就是他全部的财产。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亚叔绝对是这个社会最底层最可怜的人，没有钱没有家，连话都说不出来，老了肯定要饿死在街头。但是有一次我去南部看风水，顺道去那间庙里拜拜，我一眼就看到了正在扫地的亚叔，我当时整个人都愣住了。我跟旁边的徒弟说，你看那个扫地的老人家，你仔细看他的耳朵。我的徒弟一看也惊呼了一声，为什么？因为亚叔虽然骨瘦如柴，脸上全是皱纹，但是他那一对耳朵大得惊人，特别是他的耳垂非常肥厚，而且像水滴一样直直的垂下来，甚至微微向前翘起，这就是标准的弥勒耳，是极大福报的象征。我当时就断言，这个老人家前世绝对是大善人，他存在老天爷那里的无形存款多得吓人。他这一辈子虽然在受苦还业障，但他晚年绝对不会凄凉，甚至会有奇迹发生。我的徒弟当时半信半疑，一个连话都不会说的扫地老伯能有什么奇迹？结果大概过了6年，亚叔已经快70岁了。有一天，镇上突然来了2辆高级的黑头车，停在妈祖庙前面，车上下来几个西装笔挺的人，拿着一张泛黄的旧照片，到处跟人打听。原来这些人是从东南亚来的律师。亚叔在南洋有个远房表哥，当年兵荒马乱的时候去了海外做生意，发了大财，成了当地的橡胶大王。这位表哥终身未娶，没有子嗣，临终前立下遗嘱，要把所有的遗产留给他在台湾唯一还有血缘关系的表弟，也就是我们的亚叔。律师透过各种管道查了2年，终于在妈祖庙找到了还在扫地的亚叔。各位，你们知道那笔遗产有多少吗？折合台币好几亿啊！亚叔一夜之间从一个扫地的聋哑老伯变成了亿万富翁。这还不打紧，因为亚叔没有能力管理这么多钱，律师团队帮他成立了一个信托基金，镇上的长老和庙里的师傅共同商量，用这笔钱在镇上盖了一间设备非常好的现代化养老院，并且把亚叔接进去当了荣誉院长。亚叔住进了最宽敞的房间，有专业的护理人员24小时照顾他。因为这间养老院造福了镇上所有的孤苦老人，全镇的人都把亚叔当成活菩萨一样尊敬。每逢过年过节，来给亚叔拜年的乡亲排成一条长龙。他听不到也不会说话，但他每天就坐在轮椅上，摸着他那厚厚的大耳垂，对着每个人呵呵的笑。这就是无形存款的威力。你以为他每天在那里扫地是白扫的吗？他每一次用心把地扫干净，方便香客拜拜，就是在积德。他虽然不会说话，但他从来没有害人之心，这就是在守戒。他前世的福报加上这辈子的善行，让老天爷在最关键的时候把这笔无形的存款变现，给了他一个风光安稳受人敬仰的晚年。所以各位朋友，不要再去羡慕别人开什么车住什么房了。晚上洗完澡，对着镜子捏捏自己的耳垂，如果你的耳垂厚厚软软的，恭喜你，你有一笔很大的养老基金存在老天爷那里。只要你这辈子不作恶，老了绝对有福享。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耳朵薄薄的，甚至有点尖，那怎么办？去整形医院打玻尿酸把它弄厚吗？千万不要，那是自欺欺人。你要做的是从现在开始多存一点无形存款，多帮帮别人，多说点好话，心存善念，福报积累多了，面相是会改变的，你的耳垂自然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丰满起来。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移到你的嘴巴，这可是关乎你老了以后有没有口福的关键所在。第4课，嘴巴看晚年实录，吃得下就是最大的福气。刚刚我们讲了下巴这座水库，也讲了耳朵里的无形存款。很多人听到这里就高兴了，老师啊，我的下巴挺厚的，耳朵也不小，看来我老了肯定很有钱，天天吃香喝辣啦。我听了只能冷笑，你以为有钱就代表人吃香喝辣吗？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在我们中国老祖宗的面相学里，嘴巴被称为出纳官，在五行里属于水星。嘴巴不仅管你这辈子怎么说话，更重要的是它管你的食禄。什么叫食禄？就是老天爷这辈子配给你多少粮食，你老了到底有没有那个胃口去享受。你看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拼命赚钱，三餐不定时，应酬喝酒喝到吐，好不容易熬到了60岁，银行账户里有8位数、9位数，结果呢，糖尿病、高血压、胃溃疡、大肠癌全都找上门来了。真正的晚年福报不是看你存折里有几个零，而是看你80岁的时候还能不能啃得动一块卤猪脚，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福气。而这份福气全写在你的嘴型上。我来讲2个极端对比的真实案例，你们听完就会彻底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老来享福。我以前在看诊的时候，有一位在台北商界赫赫有名的赵董事长来看病。这位赵董是做房地产起家的，身价至少上百亿，他出门都是司机开着1000万级别的顶级宾士，身边跟着好几个秘书保镖，威风的不得了。但是我第一次看到赵董的面相，我就忍不住直摇头。他的下巴虽然有肉，但是他的嘴巴长得极差，他的两边嘴角就像挂了2斤猪肉一样死死的往下掉，而且嘴唇发暗发紫，在相学上这叫做覆船口，就像一艘翻覆的船。这种嘴型的人心思极度深沉，为人算计，而且戾气很重。最可怕的是晚年必定食禄全无。赵董这辈子是怎么做生意的呢？他信奉的是狼性文化，为了拿到一块地皮，他可以把竞争对手逼到破产跳楼。对待底下的包商，他更是刻薄，工程款能拖就拖，能扣就扣。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在商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讲什么仁义道德。他靠着这种狠劲确实赚到了别人几辈子都赚不到的财富，但是因果报应如影随形。到了他65岁那年，因为常年的高压、算计以及无节制的应酬，他的肠胃彻底崩溃了。先是严重的胃溃疡，后来又查出了大肠有恶性肿瘤。虽然他花了大把的钞票，请了国内外最好的权威医生帮他开刀，命是保住了，但是他的消化系统已经全部切除重组，功能剩下不到正常人的1/10。有一年的除夕夜，他的小儿子跑来找我拿几副调理的药，顺便跟我哭诉了他爸爸的惨状。那天晚上，赵家在阳明山的豪宅里吃年夜饭，那个饭桌大得像会议桌一样，上面摆满了顶级的佛跳墙，日本空运来的北海道帝王蟹，比拳头还大的南非干鲍鱼，全是山珍海味。而这位拥有100亿身价的赵董事长坐在主位上，他的面前没有鲍鱼，没有螃蟹，只有一个小小的瓷碗，里面装着半碗连一颗米粒都看不到的清粥米汤，而且还不能加盐巴。他儿子说，赵董看着满桌子的子孙在大口吃肉，他自己端着那碗没味道的米汤，手都在抖。他试着夹了一小块清蒸鱼肉放进嘴里，结果不到5分钟，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刚吃下去的鱼肉哗啦一下全部吐了出来，最后整个人痛得在沙发上缩成一团。赵董当时眼泪都掉下来了，他捶着自己的胸口说，我赚了这么多钱，买得起全台湾最好的餐厅，结果我现在连一块肉都咽不下去，老天爷这是在惩罚我啊！各位朋友，你们听听看，这难道不是惩罚吗？你年轻时候把别人的饭碗砸了，把别人的食禄抢了，老天爷就把你的嘴巴变成覆船口，把你的胃给封起来。你有再多的钱，你也只能看着别人吃，这叫享福吗？这比下地狱还痛苦啊！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故事，这是我在宜兰乡下遇到的一个种田的老阿公，大家都叫他天才伯。天才伯种了一辈子的田，风吹日晒，皮肤黑得像木炭，脸上全是深深的皱纹。他这辈子从来没发过什么大财，几次遇到严重的台风，快要收成的3星葱全被水淹了，一整年的心血泡汤。照理说，这种靠天吃饭的苦命人应该是愁眉苦脸的吧，但是没有。天才伯的面相最特别的就是他的嘴巴，他的嘴角两边永远是微微向上翘起的，就算他不说话不笑的时候，你看他的嘴型也像是在微笑一样。在面相学里，这叫做仰月口。
就像一弯扬起来的新月。这种嘴型代表这个人性格乐观豁达，前世今生结满了善缘，晚年必定食禄丰沛。那年台风把他的葱田淹了，旁边的农民都在哭天抢地，骂老天爷不长眼。天才伯却站在田埂上，笑呵呵地抽着旱烟说：哎呀，老天爷不给饭吃，那是叫我们休息啦，明年再种就好了嘛，人活着就有希望了。他不仅自己乐观，还常常拿自己家里种的地瓜、青菜去送给村里更穷的孤寡老人。人家问他，你自己都没钱了还送人？他总是笑着说，一口饭而已嘛，大家一起吃才香啊。就因为他这种豁达无私的心性，老天爷给了他最好的回报，一个无坚催的好肠胃和无比幸福的晚年。我最后一次见到天才伯，他已经85岁了。那天刚好村子里的大庙在办建教的流水席，我刚好路过，就被热情的乡亲拉进去一起吃。我远远的就看到天才伯坐在主桌上，哎呦，那个画面我到现在都忘不了。85岁的老人家，一颗牙齿都没掉，全都是真牙。他左手拿着一根甘蔗在啃，右手抓着一块油亮亮、肥嘟嘟的红烧大猪脚，吃得满嘴是油。吃高兴了，还拿起桌上的小酒杯，跟旁边的年轻人干了一小杯高粱酒，发出中气十足的爽朗笑声。他的儿孙虽然不是什么大老板，但都在台北有正当稳定的工作，每一个周末都开车回宜兰看他，给他买各种好吃的。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天才伯，您这胃口比年轻人还好啊。他哈哈大笑说，老师啊，我这辈子没赚到什么钱，但是吃得下睡得着。你看这猪脚多香啊，能吃几口是几口，能吃就是福啦。各位朋友，把赵董事长和天才伯这两个人放在一起，你们看明白了吗？什么叫老来享福？你有上百亿的财产，却只能对着一碗白开水流眼泪，那叫活受罪。你口袋里只有几百块，但是你到了80、90岁，还能跟家人坐在一起，大口吃肉，大碗喝汤，有滋有味的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这才叫真正的晚年大福报。你的嘴型就是你内心的写照，你天天抱怨，天天算计，天天骂人，你的嘴角就会不自觉地往下掉，最后变成妇产口，把自己的食路全部漏光。如果你遇到困难能一笑置之，对待别人能多说好话，口吐莲花，你的嘴角自然就会微微上扬，变成有福气的养月口。老天爷看你这么懂事，这么开朗，不管你这辈子有没有大钱，绝对会保证你老了有一副好牙口，一个铁打的肠胃，让你安安稳稳开开心心的吃到老。记住我一句话，吃得下就是老天爷给你最顶级的养老金。好，讲到这里，下巴、耳朵、嘴巴我们都讲完了。很多人可能心里开始慌了，老师啊，您说的这几个好面相我都没有，我下巴尖，耳朵薄，嘴角还往下掉，难道我老了就注定要凄凉等死了吗？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当然有，老祖宗留下这些学问不是为了吓唬你，而是为了救你。下一课我们就来讲命理的终极心法，破相怎么救。第5课，相由心生，破相怎么救，命理的终极心法。各位朋友照完镜子，心里一定在发毛。老师啊，照您这么说，我下巴尖得像锥子，耳朵薄得像纸片，嘴角还往下掉，全身上下没一个好相，防波堤是破的，水库是漏的，那我这辈子是不是没救了？老了只能孤苦伶仃等死啊。如果你心里有这种恐慌，那我恭喜你，你还有救。我们老祖宗传下来这套面相学，易经八卦，中医经络，难道是为了把人一棍子打死，让你天天在家等死的吗？大错特错。算命如果不能改命，那这门学问就是个废物，不如直接扔进垃圾桶。我们学命理是为了知命而造命。这堂课我就要把命理学里最核心、最顶级的终极心法传授给你们。这4个字你们最好拿笔写下来，贴在冰箱上，贴在床头，天天看。那就是相由心生。30岁以前的脸是你爸妈给的，是你前世带过来的业力，但是60岁以后的脸是你自己这辈子修出来的。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你做的每一件好事坏事，都会像一把无形的雕刻刀一样，一刀一刀的刻在你的脸上。你心里想什么，你的气血就会往哪里走，
你的面部肌肉和骨骼就会怎么长。我给你们讲一个发生在我早年看诊时的真实奇迹，这个故事绝对是逆天改命最好的证明。早年我在台北看诊的时候，有个叫林建明的年轻人来找我，他当时才28岁，在台北的传统市场里卖猪肉。这年轻人一走进我的诊所，那股凶狠的戾气压都压不住。我抬头一看他的面相，心里暗叫一声不好。他的眼神极度凶恶，看人的时候眼白多，黑眼珠少，而且总是斜着眼看人，这在相学上叫狼顾之相。他的下半脸简直像被刀削过一样，下巴极度尖削，两腮完全无肉，耳朵又小又薄，紧紧地往脑后贴服。最要命的是什么？他的印堂发暗，3根有一道深深的横纹截断，在我们相学上，这叫做刑克破败相。这种人不仅克父母、克妻子，而且脾气暴躁，心狠手辣，极容易惹上血光之灾或者官非。别说晚年享福了，这根本就是个短命恨死的绝相。林建明大拉拉地坐下来，翘着2郎腿，很不客气地问：老师，人家都说您算命很神，您帮我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发达当大老板。我天天在菜市场切猪肉，我那股腥味烦都烦死了。昨天还跟隔壁卖菜的摊贩打了一架，我差点拿杀猪刀砍了他。我非常严厉地看着他，把手里的议案重重地拍在桌上，把话挑明地说：林建明，你别做梦当老板了，你现在的面相是个标准的短命相，你如果再不管好你的脾气，再这么心狠手辣，动不动就想拿刀砍人，我铁口直断，你活不过35岁，更别提什么晚年享福了，你根本连晚年都没有。他一听大怒，猛地站起来，拍着桌子指着我的鼻子骂：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身体好得很，一拳能打死一头牛。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钞票扔在桌上，摔门就走。各位，良言难劝该死鬼，命运的齿轮是不会因为你脾气大就停止转动的。结果呢，不出3年，在他31岁那年出大事了。那是一个下着大雨的半夜，他跟狐群狗党喝得醉醺醺的，骑着摩托车在十字路口闯红灯，跟一辆满载货物的大卡车迎面相撞，整个人在空中翻了好几圈，飞出去10几公尺远，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被送到急诊室的时候，连心跳和呼吸十分微弱，医生抢救了整整1个晚上，最后直接给家属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说准备办后事吧，就算醒过来也是个植物人。就在他昏迷在加护病房的那个礼拜里，他年迈的老母亲每天跪在医院冷冰冰的走廊上，对着老天爷磕头祈求，把额头都磕破了。而他那个平时被他非打即骂、嫌弃的要死的妻子，不仅没有趁机抛弃他，反而到处借钱给他凑庞大的手术费。妻子日夜不休地守在病床前，给他擦洗身体，清理排泄物，眼泪都快流干了。也许是母亲的磕头感动了上天，也许是妻子的眼泪唤醒了他，奇迹般的他竟然挺过来了。当他插着呼吸管，艰难地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是母亲额头上那块厚厚的血痂，第二眼看到的是妻子熬红的双眼和瘦了一大圈的肩膀。那一刻，这个在菜市场拿着杀猪刀都不会眨眼的硬汉，这辈子第一次流下了悔恨的痛泪。半年后，他出院了。出院的那天，他没有回家，而是坐着轮椅，让妻子推着他再次来到了我的诊所。这一次，他没有翘2郎腿，他在妻子的搀扶下，非常艰难痛苦地从轮椅上站起来，然后扑通一声直挺挺地跪在我面前。一个大男人哭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老师，您当年骂得对，我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我躺在那里不能动的时候，看着我妈和我老婆这样为我拼命，我觉得我以前简直是个畜生，我这条命是老天爷赏给我的，您教教我，我以后到底该怎么活。我赶紧把他扶起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建国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这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要你自己去种。从今天起，把你的杀气和戾气全部收起来，你回市场卖肉，绝对不准缺斤少两。遇到穷苦的老人家来买肉，你多给人家切几块好肉，赚到的钱拿出一部分去捐给孤儿院和养老院。最重要的是，
用你的后半生去善待你的母亲和妻子。你能坚持做10年，你的命就彻底改了。他重重地对着我点了点头。从那天起，林建明彻底变了一个人。他回到菜市场，再也没有跟任何人吵过架。谁要是占他一点小便宜，他笑笑就算了。遇到冬天寒流来，他会用卖剩的猪骨头熬一大锅浓浓的骨头汤，免费分给附近的流浪汉和清道夫喝。他对妻子百依百顺，把赚来的每一分钱都交给老婆管。他把母亲当成老佛爷一样伺候，每天早晚问安。一开始市场里的人都在背后笑他，说林建明肯定是被车撞坏了脑子，变成傻子了。但是他不管别人怎么说，就是默默地坚持低头做事，行善布施。因为他做生意实在猪肉品质好，对客人又不斤斤计较，所以生意越来越好。他从一个小小的猪肉摊慢慢扩张，最后竟然开成了好几家大型的生鲜连锁超市。就这样，时间一晃过了好几年，他又来看我。各位朋友，我跟你们说实话，如果不是他主动报名字，我根本认不出他来。这哪里还是当年那个凶神恶煞的林建明？他原本凶狠充满杀气的眼神变得极其温和，充满慈悲，眼睛里透着一股明亮清澈的光芒。那道横在3根代表横死的破相纹居然奇迹般的变浅了，几乎快看不见了。最夸张最让我震撼的是他的下半张脸，原本尖削得像锥子一样的下巴竟然长出了一层厚实柔软的肉，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双下巴。他的两颊变得饱满圆润，耳垂也变得厚实。他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让人如沐春风、充满安全感的强大福相。我给他把了把脉，脉象稳健有力，气血充盈的不得了。我笑着对他说：建国，恭喜你，你的命已经彻底改过来了。你现在的面相是标准的地阁方圆，福泽绵长。你不仅不会短命，你的晚年还会非常富足安康，绝对是子孙满堂的大福气。后来林建明成了台北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和大善人，每年都会捐出大量的钱去做偏乡教育和医疗公益。他晚年身体硬朗，一家人其乐融融，过得比谁都幸福。各位朋友，听完这个故事，你们懂了吗？面相是死的，但人心是活的。你下巴尖没关系，你就用无私和宽容去填补它。你耳朵薄没关系，你就用行善和布施去增厚它。你嘴角下垂没关系，你就用每天的微笑和好话去上扬它。当你每天都在发散善念，你每天都在为别人着想的时候，你的气血运行就会变得和缓顺畅，你的面部肌肉走向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改变。这不是什么怪力乱神，这是中医气血与经络运行的科学。经过3年、5年、10年，你原本破败的恶相绝对能长成1等1的大福相。所以别再问我破相怎么救了，这把能打开晚年金库、能救你一命的钥匙根本不在算命先生的手里，也不在医美诊所的手术刀下，而全在你自己的起心动念之中。各位朋友，我们这堂课讲到这里，已经把下巴、耳朵、嘴巴这些决定晚年福报的面相、部位以及背后的因果关系全都给各位剖析得清清楚楚了。这部影片内容比较长，你能耐心听到这里，我相信你绝对是有大福报、大善根的人。你能耐心的听完，这就代表我们之间结下了一个非常深的善缘，这说明你的心里一直都有一颗向善的种子。最后，我想邀请你们来做一件非常有意义，能为你自己和家人积累无形福报的事情。请各位就在这支影片下方留下你的善言，或者是为你父母、家人、儿女祈福的话语，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愿父母身体健康，或者愿世间少一点病痛，都是极大的善行。为什么要大家这么做？因为言语是有强大能量的。当你写下一句祝福的时候，你就是在虚空中种下一颗善的种子。大家想想看，当这支影片有几千个、几万个善念汇聚在我们这个留言区的时候，这里就会形成一个巨大无比的正向磁场。让我们一起把这个福气传递出去，让这个世界因为你的一个小动作变得更加温暖。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修得地阁方圆，晚年安康。我们下次见。